比特币和以太坊会跌到哪？要在哪里抄底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昨天有比较大的波动，那昨天从7200一直到最低点呢，有着大概5%的波动。其实从比较小周期来说，这也不算是一个小的波动啊。那我自己比较注意的是，我们可以看一下4小时的趋势线。我们昨天的下跌，它确实已经把原本的趋势线呢给跌穿了。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了，它跌的并不是很干脆，它在趋势线的附近游荡啊。当然，这绝对是比较弱势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它差了一个很长的针，不过我们确实现在的 K 线呢，它还没有很完全的收在这个趋势线之下。但我也认为这个其实已经把原本的上涨给破坏了。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趋势线呢，可以得到一个小道理，也就是如果说一段趋势它震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却没有很有效的上涨，它还是走横的话呢，那一样也会把趋势线给跌破。但这个时候它真的就不一定值得我们去做空。但是我们要有新的多头呢，会需要再多一点的时间，要给它更多一点的时间，形成一个更好的起涨点。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波上涨呢，才会是更好的。那我们往下观察，可以看到大概在67000左右呢，有一个很明确的支撑。我认为67000是我们至少从56000这一波上涨以来比较重要的支撑。如果说我们连67000都撑不住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往下再到62000、63000的位置再去寻找支撑。那67000这个地方它是否获得支撑就很重要，因为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在67000然后又往下跌破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双顶的结构，那就比较危险一点。我认为我们前高点呢，最快的时间点呢，有可能在下周就突破。那最慢呢，也必须在7月初之前就突破。如果我们到7月初还没有突破，我们到了7月中、7月底都没有突破前高的话，那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再继续走震荡2-3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下一波趋势呢，开始的时间呢，就会被大大的拉长了。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吧。其实以太坊在我们最近的几天呢，它依然是走的比比特币要更弱的。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像前面呢，大概在3600左右的位置，它是很明显的互换位。像我们前面都有扮演过很明确的主力的角色，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都非常明确。那当然了，我们现在经历了 ETF 的利多之后呢，我们爆拉，我们也确实在3600呢获得这种短期的支撑。我们震荡的下缘呢，它就在3600附近，你可以看到。那我认为在 ETF 即将上市的背景加持之下呢，要确认跌破3600，确实是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如果我自己还筹措得出资金的话，我个人也会考虑在3600这个地方呢，再次加仓一点点的以太坊现货，然后为接下来的 ETF 行情做准备。那如果你也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质押$500 3天就可以拿到$27.36的现金，这都可以直接提币走，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那质押的过程其实非常简单的，你只要到Bybit， 然后金融，然后储蓄这个地方，然后在下面呢3天666%，这个是只有给新用户，然后你就按质押，然后再输入你要的金额，当然最高只有500U，然后3天之后你就可以把将近30U 给直接提走。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这么做。好，那我们接下来看2个数据。虽然说呢，现在比特币它走了比较长时间的震荡，但我认为比特币这轮牛市呢，距离牛市的顶峰距离牛市结束是绝对还有好一段时间要走的。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图表呢，它帮我们画出了比特币的价格，还有200周的移动平均。那很明显，下面这根黑色的线呢，就是200周的移动平均。那上面呢，就是比特币的价格。这个图表它其实在观察的是比特币的价格和200周移动平均的乖离，也就是它们之间的价格的区别当这个乖离过大的时候，到达一定的百分比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乖离最夸张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红色，然后接下来呢就依次，然后到了乖离最少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蓝色。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过往当乖离还在蓝色的区域的时候呢，它依然是值得我们囤货，依然是值得我们
分批买入的位置加仓的位置当然它已经不是最好的位置了，可是它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分批买入的地方。你可以观察到当我们之前呢在2013年它的乖离距离200周的移动平均呢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它连续有着在同一轮牛市里面呢就出现了8个红色乖离这么夸张的点。那我们到了2017年、2018年初的时候呢，只有出现3个。那我们到了2020、2021的牛市呢，当时我们是一个红色的点都没有出现了，我们乖离到了大概白色点、黄色点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到达顶部了。那你可以观察到，其实我们这轮牛市呢，我们依然还是在蓝色的乖离的区域范围之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它一样是值得加仓的。即使它涨了很多，它确实不是最好的位置。那我们牛市呢，跟200周的乖离它在牛市顶峰会扩大到非常大那当然呢，你可以发现，我们乖离的幅度呢，确实是越来越小。那我们这个牛市，我当然认为也绝对不可能例外。那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我们离乖离很严重的时间点呢，是还没有出现的。那我认为在未来会出现的，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从这个图表我们可以得知呢，其实牛市它绝对还有一段时间要走。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呢，有非常多朋友呢都有提到其实我们观察市场的情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去观察在各个社群媒体上面呢，这些讲加密货币 KOL 他们的流量，我认为这个是绝对有参考价值的。不过说的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要把它量化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国外呢，就有人把它给完全的量化出来了，我认为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他要爬的数据真的太多了。他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他把所有在 YouTube 上面讲加密货币内容的频道的流量呢，全部都给画在这张图表上面，并且跟比特币的行情呢做对比。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图表很明显的可以观察出这个市场它的情绪我们的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往往在熊市初期了。当熊市初期的时候，那往往是这些 KOL 会获得最大流量的时候。当然呢，如果你从我们频道的浏览次数呢，其实你一样可以观察得出来。像我们现在呢，跟当时在创新高的时候流量就有很明显的区别了。不过这个图表它收集的就只有英文的，但是英文的呢，也绝对在整个市场份额当中呢，绝对是占据最大的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有最多观众的，也有最多 KOL 的一个战场。那我们来观察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在熊市初期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顶峰呢，我认为应该要是在2021年的4月左右，也就是那个时候在65000，然后并且下来519，我认为牛市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宣告是结束了。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流量呢是最大的，并且在熊市的初期阶段呢也累积了巨量的流量。当时有非常多新加入的人呢，因为当时比特币情绪非常高涨然后之前加入的人呢，他也会去浏览这些加密货币的内容。那到了熊市的时候呢，除非有重大的事件出现，不然这个流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可以看到，像我们最近呢，比如说之前 FTX 事件然后美国的矽谷银行倒闭还有比特币 ETF 上市那甚至到了比特币创新高，有这几个地方它曾经出现过浏览量非常高的时候。不过呢，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浏览量其实基本上跟熊市是差不多的对，没错，我们牛市涨了那么多，有这么大的涨幅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流量跟当时熊市是差不多的至少以英文这些 KOL 的大数据做起来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相信我们到未来呢，一定会有一波爆发期。那这个爆发期还没有到来，那这也可以表示，其实我们未来比特币的行情呢，肯定是还有一段时间跟距离要走的牛市绝对没有那么快就结束。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数据呢因为它毕竟有详细的数据可以比较一下当时我们在流量最高的时候，就是在519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一天这些 YouTube 的 KOL 可以创造4个 million
总和400万的观看次数，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400万啊！那现在呢，一天的流量啊，总和起来大概就是80万次的观看次数，所以这之中就有5倍的差距哦。更不用说我们这轮牛市进来的人更多之后，我相信我们到达这轮牛市的顶峰的时候呢，流量是可以总和超过4个 million 的。那这个图表我认为非常的有趣哦，因为过去很多人都这样讲，我也认为这个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做出来，量化、视觉化做得这么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